四长老，我走了，我还要想想怎么治疗他，不太好养。蓝启仁，四长老费心了。四长老，费什么心？这孩子早晚是我们蓝氏的人。看着四长老的背影，蓝启仁才想起来了，他家忘机喜欢魏无羡这件事。蓝启仁，算了，以后好好教教这孩子。蓝启仁他认命了，如果不是魏无羡，他怀疑他这个侄子会跟他一样，一辈子找不到道侣。魏无羡在蓝忘机怀里哭着哭着就睡着了，蓝忘机轻轻地放下他，看着他身上的衣服，忍着害羞帮他脱下了，盖上了被子，转身离开，给魏无羡熬药了。蓝启仁了解完了事情真相，就来到了净室，就看到了净室院子里熬药的蓝忘机，阻止了蓝忘机要行礼的动作，道：忘机，魏无羡呢？还在客舍吗？给他换个地方，让他离那个江家人远点。蓝忘机，叔父，魏婴在净室，刚刚睡着。蓝启仁一愣，道：也行，不过忘机，魏无羡知道了真相，现在正是脆弱的时候，你就算喜欢他，也不要强迫他。蓝忘机，叔父，忘机不会。怎么感觉谁都知道他心悦魏婴了？他没说呀。蓝启仁看了一下紧闭的净室大门，叹气，这孩子苦，你不要太着急。若他真的不喜欢你，你也不要，毕竟不是所有男子都对男子感兴趣的。蓝启仁也有些担心地看着蓝忘机。蓝忘机想到了魏无羡这一段时间的表现，觉得魏婴并不是对他无意，轻声道：魏婴，他应是喜欢我的。蓝启仁，你开心就好。之前怎么没发现他的这个侄子有一些自恋呢？蓝忘机熬好药，就默默地坐在床边，看着睡得迷迷糊糊的魏无羡，眼睛一眨不眨的。蓝忘机在心里悄悄地想着，魏婴他也是喜欢自己的吧？蓝忘机有些不确定，可是魏无羡知道他心悦他之后的反应，让他多少有了点期望。魏无羡挣扎地睁开沉重的眼皮，闻着好闻的檀香味，转头便看到了一直盯着他的蓝忘机。魏无羡无奈道：怎么一直看着我呀？好看吗？蓝忘机的耳朵一下红透了，但是蓝忘机还是忍住心中的羞意，点了点头，魏无羡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：蓝湛啊，为什么你总是可以让我心情变好呢？蓝忘机轻声道：哄你。魏无羡眼神中带着一些落寞。谢谢你。蓝忘机摇头：不用，我们之间永远不用说这两个字。魏无羡的眼眶又红了：蓝湛，你能抱抱我吗？蓝忘机坐上床，把魏无羡搂进了自己的怀里，大手有规律地轻拍着魏无羡的后背。魏无羡在蓝忘机怀里蹭了蹭：蓝湛，真好啊，在我觉得我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突然出现了，让我觉得原来还是有人真心在意我的。蓝忘机突然有些害怕，若是那晚他没有喝酒，没有凭着醉意把自己的心意说出口，魏婴会不会一直认为他什么都没有？魏无羡又道：我之前一直以为你讨厌我的，江城他也一直说讨厌我的，没想到喝醉的你突然变了一副样子，眼神中都是对我的喜爱。蓝湛，你那个样子真的好可爱。蓝忘机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，若是魏婴一直不知道他喜欢他，是不是会一直认为他讨厌他？蓝忘机有些害怕的抱紧魏无羡，轻声道：魏婴，我以后什么事情都不再瞒着你。是他口是心非。魏无羡突然从蓝忘机的怀里出来，坐直了身体，与蓝忘机对视：蓝湛，我一直搞不懂我对你到底是什么心思，我不太懂爱情到底是什么，可是在那天晚上你亲了我之后，我心里除了震惊、害羞，好像并没有厌恶、抗拒。蓝湛，我想我对你可能也不是那么纯粹的，只是我还是不确定我对你到底是不是爱情。蓝湛，你可以等等我吗？等等我确定一下。蓝忘机，魏婴，我等你，不管你对我是什么心意，我都会守着你一辈子。魏无羡笑了：蓝湛，你怎么会这么好啊？蓝氏发的公告影响太大，在云深的学子们也全都知道了。温宁磕磕巴巴地拉着温情的手：姐，喂，公子。温情皱着眉：用不上我，蓝氏的四长老也是有名的医手，有他在，魏无羡会没事的。温宁低落道：喂，公子，好可怜。温情，行了，魏无羡救了你，我会报答他的。温宁眼睛亮亮的点了点头：云梦，江氏，坏人。
温情嗤笑道：“本来就不是好东西。魏无羡在水行渊时救了温宁一命，那么温情低头想了想，魏无羡喝了四长老开的药之后，身上的伤被激发出来，直接就卧床不起了。魏无羡也很久没有这么虚弱的时候了，这个时候他才明白了他到底受了多重的伤。蓝忘机坐到床边，把魏无羡搂在自己怀里，如今魏无羡连手都抬不起来，无力地靠着蓝忘机。蓝忘机舀起一勺药，轻轻地吹，送到魏无羡的唇边。魏无羡张嘴喝下去，那一瞬间魏无羡苦地皱起了漂亮的脸。魏无羡撒娇道：“蓝湛，能不能直接把碗递过来？喝药一勺勺喝，也太遭罪了。”